延续上集内容，今天我们继续聊更年期。更年期的症状通常会持续多久呢？又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缓解不适？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更年期到底会不会影响性生活跟性欲呢？确实，在更年期之后呢，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呢，它对人体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它对女性的性功能呢和性欲呢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OK， 所以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雌激素，因为雌激素下降了之后呢，它会改变阴道里面的一些上皮的分泌物，所以很常见的就会出现阴道上面比较干呐，然后因为雌激素减少，它还会引起上皮变薄。弹性也会比较低，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在出现同房的时候呢，就会出现痛。这种的话，在绝经之后其实是蛮常见的。OK， 所以是真的会影响。对，会影响。这是一个从生理上来讲的一个生理上 OK， 但是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心理和社会的变化，比如说你在绝经期的时候，本来已经很烦了，对，情绪波动了，这时候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去跟先生去同房这样。绝经之后。会常常出现失眠，这种也会影响你的性欲啦。OK， 还有一些绝经之后常常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我出现尿失禁，尿失禁就是说不自主就会漏尿嘛，它也会因为这个问题，有些女性会觉得不方便去性生活这样子。因为肾主生殖，更年期的时候我们的肾会虚嘛，肾虚了当然就不能主生殖，我们的性欲就会减退，加之我们更年期女性的那个子宫颈还有阴道啊，都会有所萎缩，那我们同房的时候会觉得干涩疼痛，它会影响性生活。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到女性嘛，那男性他到比如说更年期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影响？通常男性的更年期的他的阶段不像女性那么的明显。OK， 它第一也不像女性出现的那么早，所以在性欲上来讲的话呢，男性受的影响会比较小，对，但是通常在男性在出现更年期的症状之后呢，他们比较常见的也是性欲减退，或者是出现一些勃起困难这样，还是会有的，还是会有，但是不像女性那么明显的。所以如果真的是因为更年期有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些摩擦、一些问题，在这方面的话，是可以找妇科寻求协助的。这样这个就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说，要去看医生来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懂去找哪一个那个专科。那我很好奇，因为我一些朋友，他情绪上受到非常大的波动，那到什么程度他们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忙呢？是对，因为从临床上来讲的话呢，微绝经期的症状呢也分轻度、中度或者是重度的。如果轻度的话，可以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啊，这些来看有没有缓解。但是如果出现中重度的话，就需要尽早去看医生。OK， 中度呢，比如说你的情绪波动每天都会出现，持续的一个烦躁，然后性功能减退也是超过两个星期以上或者1个月以上，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或者是每天都失眠超过1个月，导致工作效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呢，是一个中度的一个情绪障碍，就需要去看医生。有一些更重度的会出现一些精神上面的问题，比如说会出现抑郁啊，或者出现自杀呀。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持续的这种早醒啊、食欲改变、严重的体重下降。有些人会出现记忆力严重的下退，会出现一些幻觉啊、妄想，这都是一些很重度的一些精神症状。这种就不只是要看妇科，还是要精神科医生来介入治疗。我觉得只要是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就真的就是需要去注意了，要看医生。更年期的这个症状通常会持续多久？更年期的症状有这种比较短的，像这种血管收缩的症状，比如说潮热啊、盗汗的这种症状。通常来讲，这种症状会持续到4到5年的时间。4到5年，有些人比较幸运，1、2年就好了。差不多有15%的人是这样比较幸运。但是也有些人没有那么幸运，差不多10%的人会超过10年。
超过10年，这种潮热到有些人没有，就这样很缓和的就度过了。但是真的是很幸运哦，真的是很幸运。对对。是丽珍姐的情况，你是怎么样？其实我就是因为很早知道我去预防，就预防就去做这种热瑜伽，给他流汗，就感觉一下热度是怎么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更年期的过程其实是蛮顺畅的。你有遇到最严重是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哎，除了你说真的，可能就是说发胖一点点，然后可能脱一点点头发这样子。那各方面其实可能我本身个性也是比较乐天派，所以我就很缓解的，很容易的度过了我的更年期。是，我也蛮想问一下医生，所以这种心理方面的一些症状，一般上会持续多久？情绪波动或心理的症状，通常平均来讲是差不多3到5年。但有些焦虑的症状可能会是前面还是后面？不一定啊。3到5年是前面还是中间的一部分？对，不一定。对，所以这是心理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泌尿生殖系的问题，这个干燥啊、反复泌尿系的感染的问题。不幸的是，这个会持续很久，就是持续到一直到你开始进行治疗为止。因为绝经之后，这个雌激素它影响的不只是阴道上皮，还会影响到膀胱啊、尿道上皮这些，所以它会容易感染。那我很想知道，像我现在处于 perimenopause 这个阶段，那我需要看医生吗？要看你的症状哦。如果比如说你的月经只是不规律，可能2、3个月来一次，出血每次出血也不是很多，持续的时间不长，然后围绝经期症状不严重，比如说没有太多明显的潮热啊、盗汗啊，情绪也 general OK 的话，其实可以去家庭医生做例行的检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出现之前讲过的那些所有异常的症状的话呢，就要建议去看专科的医生。我想问一下诗美啊，就是你目前你觉得有什么样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吗？目前我会因为我感觉到像是步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是有一种忐忑不安，因为你不是很知道你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我记得有1个月哦，很莫名的水肿就是那个，因为我从来没有 miss 过任何的经期嘛，所以偏偏那1个月 miss 的时候，有水肿，我就竟然水肿，荷尔蒙失调引起。荷尔蒙对，荷尔蒙失调。水肿的话，其实我们中医讲是你就是那个气血水失衡。那35岁以后啊，尤其到更年期的时候，我们的肾呢会虚。肾虚，尤其是肾阳虚的时候啊，它就没有办法温化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液。那该吸收的它吸收不好，然后该排掉的它没有及时排掉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接下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你的问题了，方便吗？你帮很多男人问。对。不过因为我们今天都是问那个女性更年期嘛，那当然身为男性我也蛮好奇，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如果男性有更年期的问题，是可以请教医生的吗？还是说有别的专科呢？第一，男性的更年期可能不会那么明显；第二个，它出现的时间会比较晚。但是说，如果男性出现类似的问题的话呢，是可以看男科，他叫 andrologist。有一个专科叫 andrologist。OK，了解。男性也是有更年期的更年期他也会出现潮热出汗多然后脾气就是比较大呀，失眠焦虑抑郁甚至如果说偏肾阴虚的男性，可能会出现性欲就是想法比较多，但是呢，真正的质量又不高然后还有偏肾阳虚，可能会出现就是性冷淡，甚至阳痿早泄这些症状表现。我们中医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治疗的，比如说针灸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这个男性更年期的年龄是比较晚的吧？平均年龄是56，但是前5后5都是正常的，前后加5年或者减5年都是正常的。所以跟女性一样，它拉的周期也蛮长的对，看个人的体质和个人的情况。那刚才有提到针灸是可以立竿见影的。比如说，在就是调节阳痿早泄这一块是可以就是很快的见到效果。比如说失眠我们也是可以通过针灸。不要这样啰嗦吗？这个有点难。对，男性的更年期那个你用 dick 比较快。我们主要是走疏肝的路线，也是可以帮助了。啰嗦这一块是其中一个症状吗？
会的，就是男士到了更年期的时候，他就是会比较啰嗦。那会有一些就会很黏老婆吗？就一直跟老婆去超市啊，要去瑜伽，你不要跟着我啦。我听过我的阿姨说过。会的，会的。我的先生他就是这样的。他更年期的时候，他就喜欢黏，要不就是黏老婆，要不就是黏小孩，就是没有安全感。对，他会觉得无所适从。我很难想象一个男人他会去中医诊所看诊，然后说我是不是有怀疑自己有更年期？不会吧？男诊因为更年期来看诊确实是比较少的，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更年期是我们女性才有的，他们不会的。他可能出现这些症状，他会总结为我最近可能是工作压力比较大呀，或者是事业上不顺心啊，才出现这种情况他不会想到更年期。那女性的更年期有哪一些治疗或者是缓解的方法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肾的阴阳虚了嘛，所以我们是以调补肾的阴阳为主要的治疗大法。那如果说是偏肾阴虚这一块的话，肾阴虚的表现它会潮热盗汗呐，然后五心烦热这些热的症状就是偏肾阴虚的，我们会用那个左归丸加减治疗。如果说是偏肾阳虚的话它就会有刚刚讲的那些性欲冷淡呐，然后又怕冷呐，冷汗淋漓，甚至有一些会尿失禁这些我们就会给他右归丸或者是金匮肾气丸。如果说阳虚，还可以加以艾灸。艾灸是补阳气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当然还有针灸啦。如果是出现比较中重度的一些血管收缩的症状的话呢，在围绝经期间，我们可以考虑荷尔蒙的替代疗法。就是通过一些外加的女性的荷尔蒙来缓解这些症状。当然，如果有一些人是不喜欢用荷尔蒙的话，或者是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非荷尔蒙的药物。这些血管收缩症状很多都是因为神经系统的功能影响导致的嘛，所以我们会用一些神经调节剂，比如说在加巴喷丁本身，它对缓解潮热这些都是蛮有效的一个药物。或者是有些人情绪波动比较明显的话呢，我们临床上可能会用一些抗抑郁的药物来帮助治疗。那医生，那个荷尔蒙的是一个 patch 吗？荷尔蒙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组合方式。因为谈到如果用荷尔蒙替代治疗方法的话，有2个最基本的因素，一个是雌激素，一个是孕激素。这2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雌激素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但是如果一个女性一直在用雌激素的话呢，它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所以我们会用孕激素来保护子宫内膜。当然，对于那些女性之前做过子宫切除的那些女性来讲的话，就只用雌激素就可以了。所以这2个成分呢，有些药物是口服的。但是口服的药物的问题呢，就是说它是通过肝脏代谢嘛，所以它本身会改变一些血脂和胆固醇的代谢，所以它会有一点点小的风险。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荷尔蒙的替代治疗，就是雌激素我们可以用皮肤上抹的软膏，然后经过皮肤吸收。然后孕激素的方式，一个是可以经过口服，或者是子宫里放环，或者是阴道放药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的好处就是说，它避免了这个肝脏代谢的过程，所以它本身对于这个血液的血脂的影响比较少，所以比较安全一点。可是这种疗法要持续多久才可以减缓我们的更年期？通常是蛮快的，所以对于这个症状来讲的话呢，通常用到1-2个月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善。对，你刚才提到还是有一些风险嘛，所以你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会以什么为考量？不管是哪一个人开始用荷尔蒙替代疗法之前呢，我们都会做一个很系统的评估。第一要看这个女性适不适合用荷尔蒙替代疗法，因为轻度的症状是不需要用的，对吗？如果是达到中重程度，然后如果这个女性没有一个明显的禁忌症的话，因为很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个病人有没有禁忌症来服用荷尔蒙替代的疗法。那什么样的人是适合你刚刚提到的那种荷尔蒙替代疗法呢？通常的话呢，就是有几种情况啦。一个就是说，在围绝经期有比较严重的症状的话，比如说潮热很明显，盗汗很明显，有严重的失眠，影响到生活质量，或者是有很严重的这种泌尿系的问题。通常如果有中重度的症状，我们会给这一类的人群开始用荷尔蒙替代的疗法。对，另外一个情况是预防型的。
因为不幸的是，有一些女性她们可能会出现卵巢早衰，就是说可能在40岁之前就绝经了。哇，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啊。对，有这种情况下，因为早绝经它会对她的身体有很多不良的影响，包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然后骨质疏松的风险会增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预防性的用一些荷尔蒙替代的疗法来预防问题。那医生，那什么时间点做这个治疗是最适合的？其实荷尔蒙替代疗法呢，是越早开始，它的益处会越大。因为通常我们会建议在至少绝经10年之内开始这个治疗，或者是在60岁之前开始治疗。原因是它第一可以有效的预防或减低这些症状，第二呢，它可以很有效的减低这个心血管的死亡率的风险。如果开始的时间比较晚，比如说绝经之后5到10年再开始，或10年以上再开始，反而它会增加心血管风险。对，那我适不适合做这个荷尔蒙替代疗法？要看你绝经的时间，还有本身的年龄，再加上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这样。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会不一样。荷尔蒙替代是有一些禁忌症的，禁忌症就是说，在有这些情况是绝对不可以用荷尔蒙替代的，包括一些荷尔蒙依赖性的乳腺癌，还有一些活动性的血栓，因为血栓它本身荷尔蒙替代本身它会增加一点点血栓的风险，所以如果这个人本身已经有活动性的血栓的话，是不可以用的。再一个，如果这个病人本身有一些肝脏的问题，通常要非常小心，或者是控制不好的高血压，这个也是要非常小心的。在开始荷尔蒙替代之前呢，我们也是要检查病人有没有不明原因的阴道出血，因为有一些阴道出血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癌症引起其他因素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要除外癌症之前再开始荷尔蒙替代疗法。荷尔蒙替代好。那医生，我现在为了想要缓解 perimenopause 的一些症状，那医生你会推荐我做哪一些运动呢？如果是症状主要是为了缓解，比如说潮热、盗汗这些症状呢，瑜伽和一些冥想其实会有助于缓解这些症状。但是通常对于围绝经期和绝经期是有几种类型的运动我们是推荐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有推荐，包括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因为1星期会建议做至少150分钟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的好处呢，就是说它会自然呢也会释放一些多巴胺，快乐荷尔蒙嘛，所以对你的情绪的改善也是有好处的。再一个，它会改善你的心血管的健康的状态也是。另外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负重运动。绝经时间延长之后呢，女性的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比较高，所以负重运动本身它也可以很有效的去预防骨质疏松。对，另外一个就是平衡的训练哦，因为人在老了之后，尤其70、80岁之后呢，也是会很担心摔倒的问题，因为骨质不好就摔倒就会出现骨折。对，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做一些增加平衡力的运动。耶 ，I'm on the right track， 耶！我做对了，我做对了。你目前就有在做，都有在做，还有照顾自己啊。对，负重运动就是一些 weight 的重量。你有做什么重量训练？就是我就是现在真正的开始做 strength training。一周几次其实比较适合？问一下，一周2次的负重运动，差不多。对，然后有氧运动差不多2个半小时。OK， 对。那是不是绝经之后你要每1年就要去做那个妇科检查？如果没有症状，其实不用。但是常规的这些例行的妇科检查，比如说子宫颈图片的检查，因为子宫颈图片我们现在是用那个 HPV 的病毒筛查嘛，这个是每5年做一次的，所以就是做到70岁之上就不需要再做了。OK。再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乳房的检查，因为乳腺癌的发病率也是很高，所以通常40岁到50岁之间呢，是建议每年要做1次乳房的 X 光检查，50岁之上是每2年做1次 X 光的检查。OK。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因为刚才我们一直说到perimenopause 的话，是可能经期越来越
长啊，还是经血越来越少，对吗？突然想到我有几位朋友，他们是突然一直来很多，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对吗？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一定要看妇科，因为它当然也是有可能是荷尔蒙失调引起的。因为荷尔蒙失调在卵巢功能下降的时候，它可能是排卵不规律，不规律有可能是2-3个月排一次，但有可能是排得很密。所以她月经可能会变得很近。在诊断是荷尔蒙失调之前呢，如果出现月经持续的出血或是很多的话，最重要的是要除外有没有一些其他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子宫颈有没有问题，子宫内膜有没有问题，子宫上有没有长东西，这些是很重要的。对。那我想要请问索医师哦，有没有什么运动啊，保健运动可以在家里做一做，然后缓解这些症状的吗？有的，比如说肾阳虚的患者，我们可以采取早上10点到12点晒背来补充肾阳。如果盗汗严重、水肿严重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按压我们身体的腹六穴来缓解症状。腹六穴在哪里？腹六穴是在我们的小腿上。我现在以您做个示范啊，内踝尖上2寸是你自己的3个手指啊，内踝尖是最凸起的这个地方，那上面的2寸就是3个手指，然后跟腱的前缘大约你的就大约在这个位置啊，是不是酸酸的？有一点点，左右脚双侧都有啊。双侧都有。对。那要左边几次，右边几次呢？各按3个6。OK。就是1、2、3、4、5、6，1、2、3、4、5、6这样子啊。OK。1、2、3，先按左边，再按右边。要左边先，再右边。对。是左边先按啊。对。所以在家里酸痛哦。对，会有点酸酸的。酸的。所以在看节目的朋友，比如说像诗梅讲有盗汗还是水肿问题，可以自己按就可以舒缓了哈。是的。那今天我们聊这么多，主要是想要传达，就是说更年期呢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我们人生下半场的另一个起点，不是绝望期，而是重整期。说的太好了，这真的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呢，我们都要试着去了解它，然后重新认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是，在这边要谢谢医生跟医师跟我们分享，还有谢谢诗梅以及丽珍姐，谢谢2位。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次见啦，拜拜。